江爷爷从上海回爱宝乐园了，江爷爷真是一刻也不想耽搁，回来看他2个宝贝孙女。永宽看到今天江爷爷回来了，今天一天都开心合不拢嘴，因为永宽已经连续值班好几天了，江爷爷回来了，自己就可以休息一下了。而对于江爷爷今天有没有去看福宝一家，并没有姨姨们看到江爷爷的身影。有人看到今天福宝总是往游客里面跳网，猜测江爷爷应该是早上开园前去的，不过这种猜测还希望姨姨们理性看待。江爷爷今天下午回到韩国后也没有过多的休息，换好衣服扛着竹子就来园区了，甚至晚上还没有耽误自己每周视频。都说韩国人晚上是不睡觉的，都是用大杯大杯的咖啡来维持。江爷爷的作息真是给其证实了这一点。姐妹俩这里2、3天没看到江爷爷，居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想念，看样子应该是可以让姐妹俩独立生活。江爷爷走后，永宽又走了进来，姐妹俩同样对永宽也没有任何反应。之后江爷爷又扛了一捧竹子给姐妹俩放置在了树上。瑞宝高冷的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就又转过头去。显然对于爷爷们为自己的付出已经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了。爷爷们走后，姐妹俩一起拿着竹子惬意的吃了起来。晚上下班时还是江爷爷负责的收瓦，江爷爷心疼永宽替自己连续营业了好几天，特意来帮忙收瓦。下班时瑞宝一直跟在妈妈屁股后面，和妈妈一起等待着下班。这时江爷爷突然打开了房门，瑞宝听到爷爷声音后立马凑了过来，而爷爷开门是为了喊树上的辉宝。辉宝此时在树上扭捏的身子，看样子是还没睡够。通道门打开后，爱宝先走了回去，瑞宝紧跟其后。至于辉宝，看上去还要再睡一会儿。下班江爷爷一喊，辉宝小腿倒腾的比谁都快。今天辉宝是宝家下班最积极的，爱宝紧跟其后。而瑞宝这里又难办了，瑞宝这里还没睡醒。姨姨低头一看，发现爱宝没回家，原来爱宝被关在门外了。爷爷是想让爱宝帮忙让瑞宝睡醒。姨姨们秒懂爷爷的意思，等一下，辉宝也出来了。原来刚才辉宝也没跑进去，在跑进去的前一秒，爷爷给门关上了。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，回家就一起回，一个也不能落下。这次叫瑞宝下班的任务，爷爷交给了爱宝和辉宝。爱宝和辉宝分工明确，爱宝在通道门口等待着，不断给奶爸敲门。而辉宝这里爬上了小亭子，在小亭子上跑了一圈，给树上的瑞宝吵醒了。这时刚好爷爷也给打开了，辉宝看到通道门再次打开，加大马力一溜烟就跑回家了。瑞宝睁着那黑曜石般的眼睛，趴在小树上思考着。瑞宝需要在树上缓一缓才行，但是缓着缓着，瑞宝的小眼睛又迷离起来了。而隔壁乐宝这里也不再继续等了，丝滑的溜下木架，快步跑回了家。别人都回家了，瑞宝独睡在室内园区，这和那天睡在室外还是有区别的。在室内毕竟有恒温空调，瑞宝不会睡冷，不会感冒，就是又要麻烦宝家今天在班的14名饲养员陪着瑞宝再多加会班。宝趴在小树上，看着瑞宝辉宝身旁的嫩竹叶，都流口水了。爱宝左思右想了一下，最后没有去抢瑞宝辉宝的竹子，还是选择将竹子留给瑞宝辉宝。不过一会让爷爷看到爱宝也想吃这种竹子后，就给爱宝也送来了一捧。每种竹子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，瑞宝辉宝的竹子看上去鲜嫩竹叶小，但没有爱宝常吃的雪竹营养价值高。爱宝可能只是感觉这种竹子好看，爷爷真给爱宝送来了，爱宝并不想吃。爱宝闻了一下就知道没有自己的雪竹好。而瑞宝辉宝这里就不一样了，这样的小而茂密的竹叶会让姐妹俩有种被包裹的感觉，而且还好咀嚼。辉宝在树上一番折腾，给自己竹子弄到地上了。辉宝转身来抢姐姐的竹子，从姐姐手里抢来的竹子就是好吃。吃了2口，辉宝又不想吃了，小手一松又给竹子丢了。丢完自己手里的竹子，又起身继续抢姐姐的。辉宝永远都认为姐姐手里的竹子要比自己的竹子好吃。而这时刚好爱宝走了过来，爱宝看到了被扔在地上的竹子。爱宝最讨厌浪费食物，爱宝走到竹子边，给竹子捡了起来，将其吃掉了。而树上的辉宝吃着吃着吃困了，在树上给自己调整了个位置，睡觉之前还宠溺地看了一下姐姐，然后趴在小树上开始了睡觉。有姐姐陪在身边，辉宝睡得很踏实。果然人多了就容易分不清谁是谁。爱宝又揍错人了。早上一出门，瑞宝的反骨就上来了，追在爱宝屁股后面，不断的咬妈妈，一会儿咬妈妈的脚丫，一会儿咬妈妈的后背。瑞宝此时还没有触发爱宝生气的点，所以爱宝对瑞宝的小动作并没有在意。爱宝走到通道门口，发现门没开，转身又走了回去。而跟在身后的瑞宝走得太急，左脚右脚绊倒了，导致自己吓了爱宝一跳。爱宝转头看了一眼瑞宝这个倒霉样子，
但却转头生气的给了辉宝一巴掌，辉宝无辜躺枪。辉宝表示，虽然自己和姐姐长得很像，但本质上自己和姐姐是两个人。人在生气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去凑热闹，容易被波及。熊也一样。一会儿，瑞宝又调皮的从坡上滚到了爱宝身边，爱宝一巴掌拍在瑞宝的脸上，这力气怕是有点大了，直接给瑞宝拍到了坡下。这一次倒是没打错，但是福宝小时候，爱宝揍娃就清晰很多了。以前福宝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打错的情况，园区只有爱宝和福宝两人，只要东西或事情被搞砸了，那就打福宝就对了。这也导致福宝小时候一个人承受的太多，路还没走稳时就开始挨揍了。不过爱宝从来没有揍错过，不只是因为福宝是自己不会搞错对象，更是因为福宝小时候每顿揍，姨姨们都能帮他找到原因。是瑞宝辉宝的餐后甜点时间，姐妹俩排坐好。不过老宋头这时提醒到，姐妹俩现在已经很擅长吃竹子了，再这样吃妈妈的奶就不太合适了。而且现在妈妈的奶水对瑞宝辉宝这个年纪来说已经没有太大功效了。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，这对瑞宝辉宝来说，这是与妈妈情感上的巨大帮助。姐妹俩一直吃到奶水没有了才停下来。刚好爱宝这时也喂烦了，起身给瑞宝辉宝推开。宋爷爷讲到，姐妹俩吃完奶水仍是意犹未尽的样子，但其实瑞宝辉宝只是不想上班，不想出门。不过最后还是被爷爷哄骗出来了。此时爱宝已经走去室外等瑞宝辉宝了，瑞宝辉宝则在后面磨磨蹭蹭的。如果爷爷不在身边一直哄着，瑞宝辉宝是不会去室外的。宋爷爷眼看瑞宝打算爬上小亭子，立马跑过去转移瑞宝注意力。因为瑞宝爬上树后就不想出门的习惯，已经给宋爷爷搞怕了。一步一哄，一步一鼓励，因为宋爷爷一停，姐妹俩就会停下来。经过宋爷爷的不断努力，瑞宝辉宝总算出来了。宋爷爷每天的工作就是思考怎么给瑞宝辉宝带出门，然后再思考怎么给瑞宝辉宝带回家。到了晚上下班，这次瑞宝辉宝还不算太令爷爷头痛，头痛的是他们的爸爸乐宝吃南川宝上瘾。照这个进度下去，乐宝园区的南川宝们肯定扛不过这个冬天。不过乐宝园区还有芋头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到收获的季节，乐宝可以挖出来看看。吃完南川宝再吃芋头，反正宋爷爷不会头痛，因为这些都是江爷爷种的。不管宋爷爷的事儿，给宝家全部带回家后，宋爷爷开始给姐妹俩喂奶，边玩边吃，家庭氛围很是浓厚。孩子不想去室外就不去了，但咱别乱砍木头呀，这简直就是饲养的照害术。老宋头正盯着监控看呢，刚好看到瑞宝这一操作。宋3岁可不想再被挂到网上了。宋3岁拿着小零食来到园区，一边喂着瑞宝，一边对瑞宝讲，不想去室外的话就好好在室内休息吧，但可不要给爷爷挂网上哦，爷爷年纪大了，经不起大风大浪。宋3岁看到瑞宝脸上脏兮兮的，又从自己口袋拿出了纸巾给瑞宝擦了擦脸。等瑞宝吃完嘴里的后，宋3岁又接着投喂。爷孙俩在树上亲昵了一番，瑞宝也吃得差不多了，脸上也干干净净了。宋3岁安慰完瑞宝，转身离开。而这时室外的辉宝却听到了宋3岁关门的声音，这时辉宝才想起来姐姐好像没出来。辉宝这又有活干了，那就是给门刨开，然后给门打开，让姐姐进来。辉宝感觉这个家要是没自己上的这点心都很惨。辉宝忙累了，就去到妈妈身边，跟着妈妈吃点竹子，然后再靠在妈妈身上，让妈妈给自己点力量。吃饱后就继续回到通道门口前忙碌。这次辉宝不刨地道了，又改啃门框了，啃了半天感觉到这样有点费牙，于是辉宝又改成继续刨地道，小手不停地扒下去。辉宝表示，如果缝隙再大点，自己就能钻进去了。辉宝长这么大，只有在想姐姐和吃小零食的这两件事情上